大家好，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美国生活需要习惯哪些事情。很多来美国旅游的人都会说，在美国开车几乎听不到按喇叭。经常开车的时候，有人突然间按一下喇叭，还会把人惊到的。有的时候开车按喇叭是提醒前面的车违规，或者一些其他的事情。比如我有一次给车加完油，油箱盖都没盖，开着车就走，那刚好被后面车的司机看到了，他就按我的喇叭，然后从我的左边开过去，指着油箱盖的位置。我向后一看，才发现是自己的油箱盖忘记盖了。也许晚上开车忘记开车灯了，这样的话都会有人按喇叭提醒你的。在美国生活也要习惯和陌生人打招呼，因为在美国两个陌生人面对面的走过来，虽然都互相不认识，但是呢都会礼貌的问声好。因为在中国两个陌生人走的面对面一般是不会主动打招呼的。还有我们在开车的时候，如果警察要求靠边停车时，如果在中国的话，驾驶员一般会主动呈上证件，会下车的。但是在美国千万不要下车，而是把驾驶座位这边的车窗摇下来，双手放在方向盘上，按照警察的指示行事，才不会造成误会。如果手到处乱摸，警察会认为你要掏枪，这样会引起误会的。在开车的时候，如果转弯或变线不打方向灯，蛇行驾驶等在美国则属于违法行为，不仅会吃罚单，情节严重时还会被抓去坐牢。在中国的人的习惯里，几个好友一道出门总是抢着付钱买车票、门票等等，但如果对美国人这样做，却不会得到他们的感谢，这种做法会让美国人觉得欠了人情账，心理上很难受。美国人一起外出总是各付各的费用，车费、饭费、小费等等都是这样。在美国给朋友送礼的时候，送礼必须送的有意义，比如朋友的生日、同事结婚，可以送上一份礼物以表心意。但是呢，不能动不动就送礼，这样呢，对方不但不会感激，还会疑心你另有所图。不知道送什么礼物才合适的时候，可以送鲜花。做客或者参加宴会，鲜花总是很得体的。香水和威士忌等也普遍受到欢迎。不能随便说 I'm sorry。I'm sorry 和 excuse me 是抱歉、对不起的意思，但是呢 I'm sorry 语气比较重，表示承认自己有过失或者是错误。如果为了客气而轻易的出口，常会被对方抓住把柄，追究实际不属于你的责任。到时候呢，只有哑巴吃黄连，因为一句对不起已承认自己有错，这样对自己不利。在中国人的文化里，提倡嘴甜好办事儿，但在对职场性骚扰规定极为严格的美国，以前还曾经发生华裔嘴太甜而招来的祸端的案例。比如说，中国人常常以习惯美女、美眉这样呢去称师女同事，但是呢却被投诉为性骚扰。文化不同，真的有些事情很难以理解。在美国呢，千万不要轻易的去打孩子。中国人呢通常老是说子不教父之过，老一代的人总是说棍棒底下出孝子。然而华人传统家教到了美国却遭遇水土不服，常被扣上虐待儿童罪的帽子。爸爸妈妈在很多恨铁不成钢的时候，气急当街打孩子一巴掌，会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戴上手铐，孩子也会被儿童福利局带走。发生这种事儿，常常会让人感觉到后悔莫及。在中国，洗完衣服晾在阳台上或者晾在院子里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。但是在美国，如果你把内裤晾在阳台上，就会被邻居怀疑是否提供色情服务，就连警察也会怀疑他们可能在从事色情活动。美国人特别重视从小对孩子的隐私和身体暴露的敏感，要把孩子当成人对待，不该露的地方不能露，
这样呢也可以减少遭受伤害的几率。在美国，如果男童在公共场所穿开裆裤暴露下体，那美国人会报案的，会被他们认为虐童报案。文化不同，真的有些方面还是挺可怕的。中国人常说饭后百步走，活到99。吃完饭以后在外面散步也是非常正常的事儿。但是在美国散步，如果在漂亮的房子前评头论足一番，这一行为在国内也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在美国也许会引起美国人邻居的焦虑，有的人呢就会误以为你要图谋不轨。美国人有喝冰水的习惯，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喜欢喝热水，这个对很多西方国家的人真是不可想象的。在美国的餐厅里，通常服务员都会给你一杯加满冰块的水，如果要喝热水或者不需要加冰块，都需要跟服务员说一下。在美国，给小费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，比如说在餐厅吃饭、坐出租车、让酒店工作人员帮你拿行李等等，都需要给一定数额的小费，作为给对方劳动的一个认可和补偿。那么小费应该给多少呢？大部分情况是占你消费数额的 15% 左右。当然，这可以根据这家餐厅、酒店高级的程度、服务质量有所调整。但不给小费一般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，而且会让你成为不受欢迎的客人。当然了，吃饭、出租车给小费，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。可是很多情况下，你买的就是服务，为什么要另给服务费呢？比如说剪头发，你付的钱就是服务费呀，为什么另外还要再给小费呢？这个呢也让很多人不能理解，但是呢还是要给。美国人特别爱养宠物，在美国似乎狗比人都多，虽然有些夸张，但是不无道理。电视里呢每天都有如何养育动物的专题节目，指导人们怎样养育这些小动物。美国人几乎家家都养狗养猫，他们会让猫狗进卧室，上床一起睡觉，一日3餐，好肉伺候。养狗的成本真的也挺高的，日常的吃喝、美容和看病开销都是很可观的。但是这个钱呢，美国人愿意花。通常的百货超市里都有猫狗玩具、猫狗服装、猫狗食品、用品，都是非常重要的商品之一。由宠物引发的经济增长点在日常消费中占很大的比重。在美国也千万不能虐待狗，虐待狗一样会被抓去坐牢的。对一个新的移民来到美国还要注意哪些习惯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。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大家。